潘多拉居然以国王的样子朝白金龙王下跪，亚尔贝德这个究极国王对此非常生气，但国王认为儿子干得漂亮，如果下跪是为了让对方大意，那么他下跪多少次都可以，下跪并不会失去什么东西，反而会让对方低估他们。可惜世界隔绝屏障没能搞明白，从拥有真实之物的亚尔贝德没能破开结界这一点来看，那可能是用世界级道具创造的东西，应该和他交给亚乌拉的山河设计图作用相同，但是对方在发动屏障时 HP 减少了，会不会是某种技能？国王一想，说的也对，就像他体内的飞鼠玉一样，世界级道具具有不同的能力，但是武器和铠甲的强化、转移结界之类的能力太多样，也不能判断是不是世界级道具。看来他们还得再说给对方一次。国王话一出口，守护者们不高兴了。国王也不想这样，但这也是为了掌握敌人的完整情报。虽然确定了 NPC 和这个世界的人能复活，但国王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也能复活。如果他能成为和传说中的6大神和8域王一样的存在，他可能死后是没办法复活了。为了防止自己变成传说，国王决定继续和空气搏斗。科赛特斯正在进攻王都，国王也要过去做最后的收尾。王都里，拉娜公主亲临孤儿院，亲手做炖菜让孩子们饱餐了一顿，还嘱咐大人们也要好好吃饭。回王宫的路上，拉娜觉得自己真是伪善，魔导国很快就会进攻过来，到时候大家都会死，而她能做的却只有给孩子们送饭。克莱姆急忙安慰拉娜，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帮助，孩子们才会露出笑容。回到国王，拉娜接见了苍蔷薇小队，布莱恩手忙脚乱地给他们倒茶。拉丘斯说自己赶时间不用准备这个，但他的同伴们却都要喝茶。温柔的公主殿下请他们喝茶，怎么可以拒绝呢？格格兰甚至表示自己可以灌上10公升，壶里的茶水根本不够他们喝。于是提亚和缇娜带着布莱恩去重新泡茶。拉丘急忙呵斥不礼貌的队员，但拉娜看出来他们是想让拉丘斯和他在最后一刻好好聊聊，他们就接受这份好意吧。发现王宫里一点气息都没有，大家应该都逃走了。提亚和布莱恩去找甜点，提亚端着茶回来，又让拉丘斯亲口尝上自己第一次泡的茶。看着倒在茶杯里的不明液体，拉丘斯嘴角抽动，刚喝了一口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茶里有毒。拉丘斯大惊之下一把挥开提亚，他的腹部居然插着一把毒针。格格兰突然发难，对着拉丘斯的腹部就是一拳。克莱姆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到了，急忙护住公主撤离。苍蔷薇为什么要对自己的队长痛下杀手？伊比鲁埃拦住两人，警告他们只要不乱动就不会有事。提亚和洛洛兰对拉丘斯几乎是下了死手，就连拉丘斯自己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。伊比鲁叠了一个抵抗弱化的 buff 后，成功用魅惑技能控制住了拉丘斯。被控制的拉丘斯按照命令治好了自己的伤，目睹全程的拉娜表现得非常淡定。伊比鲁埃从以前就发现拉娜的胆子很大，拉娜表示自己只认为他们不会毫无理由的伤害同伴。比起王国，苍蔷薇更在乎伙伴的性命。拉丘斯要留在王都保护国王，其实他们都很反对，但如果明说的话，拉丘斯一定会独自留下，所以他们在拉丘斯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他强行带走。而只有在面见公主的时候，拉丘斯才没有配备魔法道具，用了5种毒和弱化魔法才能使魅惑魔法生效。等缇娜一回来，他们就会用转移魔法离开，前往东南方一个很早之前就已经灭亡的国家。如果拉娜愿意，可以和他们一起走，但拉娜拒绝了他们的好意。正巧缇娜和布莱恩回来了，一进房间，布莱恩就闻到了血的味道，但拉娜让他不用在意。确定了布莱恩也不会离开之后，苍蔷薇的脚下亮起了转移魔法，很快就消失在了原地。布莱恩将剃刀之躯扔给克莱姆，他要找魔导王单挑。克莱姆认为能持有这把剑的只有继承了战士长遗志的布莱恩，但布莱恩也早说过了，他没有继承葛杰夫的遗志，拜托公主将剑还给王国。多亏遇见了克莱姆和塞巴斯，他才能从混沌中醒悟过来，对此他感到非常幸福。说完后，克莱姆告别两人离开了皇宫。拉娜又将剑拿去还给国王，希望克莱姆把剑给他拿一下。克莱姆自然没有异议，拉娜拔剑挥出一击，然后笑着表示这东西并不适合他，而且之后应该也没有机会再挥剑了。拉娜抱着剑说，在去见国王之前，他要先做一下准备。王都的墙被轻松破开，科赛特斯带着手下走进城中，而在城的另一边是亚乌拉带领的魔兽大军。亚乌拉跳上城墙，拿着地图确定方向，想要逃走的士兵都被他的魔兽吓得屁滚尿流。霸王龙一声大吼，就让他们全吓晕了。接下来他们就要进攻王都，只是霸王龙太大，不适合一起行动，于是亚乌拉给了他一项特殊任务，那就是在城墙边把人类一个一个都踩死。布莱恩走在街上，计划着要怎么才能找到魔导王。城里大部分居民都没能逃走，
突然天气变得寒冷起来，前方的街道泛起一阵冰雾。科赛特斯走了过来，所到之处冰封一片。布莱恩意识到自己应该杀了他，于是灌下增强药剂，把刀拦在了科赛特斯面前。他向科赛特斯报上了自己的姓名，而身为武士的科赛特斯同样会以姓名。这让布莱恩意识到科赛特斯并不是蛮横无理的敌人，于是收起剑鞘，鞠躬道谢。科赛特斯掏出斩神刀皇，举过头顶，静待布莱恩出招。布莱恩深吸了好几口气后摆好架势，如果要避免刀刃相击，他只能用比对方更快的速度砍断他持刀的手。布莱恩开启领域，因为强行使用能力超提升而七窍流血。在科赛特斯踏入领域的瞬间，布莱恩将全部性命灌注剑上，挥出一刀。然而他的剑还未碰到科赛特斯，胸口就绽放一道致命的血花。布莱恩死在了科赛特斯的刀下。科赛特斯非常欣赏布莱恩的勇气，甚至想让对方加入纳萨里克，但是他不能让做好觉悟的武士蒙羞。科赛特斯收起了布莱恩的刀，将他的尸体冰冻起来，出于尊重，绕开了布莱恩所在的街道，继续朝着皇宫进发。